香克斯宁愿降低自己的战斗力，也拒绝吃恶魔果实的真正原因找到，他能让所有的恶魔果实失去效果。我们都知道香克斯吃了面子果实，只要他说出那句“请给我一个面子”，不管你是统领10万海军的元帅，还是被誉为4皇守门员的马尔科，都得乖乖听他的话，让顶上战争终结。其实香克斯对恶魔果实非常排斥，不仅自己不会吃，也不允许同伴们吃。他的船上连一个能力者都没有，就连当初路飞在东海吃掉橡胶果实，能获得太阳神尼卡的无敌力量，香克斯也表现得非常紧张，给人一种路飞立马会一命呜呼的感觉。之后香克斯被近海之王咬掉左臂，明明可以靠着恶魔果实的力量避免残疾，他也没有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果实。纵观香克斯的所有战斗，输出基本都是依靠剑术和超强的霸气，不管吃下什么样的恶魔果实，都会让他的整体战斗力大大提高。如此来看，香克斯吃掉恶魔果实一定是利大于弊的事情。可是香克斯就是不吃，与天龙人的行为出奇的吻合。他们同样不会吃恶魔果实，即便拥有能大幅提升力量的神级果实，宁愿逼迫奴隶吃下用来取乐，也不会将恶魔果实吃到自己的肚子里。很容易让人觉得天龙人知道世界的真相，就是贝加庞克所说的世界终有一天会沉入大海。为了镇压世界各地反叛的国家，伊姆会频繁使用母火种出动古代兵器天王。随着一个个国家的消失，海平面也会不断的上升，总有一天大部分陆地会被大海吞没。等到那个时候，最倒霉的人一定是能力者，他们吃下恶魔果实会变成旱鸭子，在海平面上升之后随时随地都会淹死。天龙人一定知道世界会沉入大海的真相，才会把居住的圣地建设在红土大陆之上。虽然香克斯的身世至今没有公开，剧情中不止一次提到他与费加兰德家族有关联，很容易推断他拥有天龙人的血脉。自己不吃恶魔果实，也不让船员吃恶魔果实，就是担心海平面上升会丢掉性命。其实这种推断并不是很合理。贝加庞克也说过了，海平面虽然会上升，也不会将世界上所有的岛屿淹没。香克斯不吃恶魔果实还有其他原因，他知道不管吃什么样的恶魔果实，在真正的顶级强者对战中都会失去效果。吴老星在弹头岛围攻草帽一伙，机器人艾米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释放出800年前乔伊波伊为他存储的霸王色，吴老星也没能抗住如此强悍的霸气。恶魔果实的能力失去，从怪物形态变成普通人，还有香克斯在和之国释放霸王色，迫使变成森林人的大将绿牛变回原形。结合凯多曾对路飞说过，恶魔果实的力量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。可以确定香克斯拒绝吃恶魔果实，是因为他知道霸王色可以让能力者失去力量，自己和同伴们专心修炼霸气，完全不需要与恶魔做交易提升战斗力。同样都是赏金30亿贝利的海贼，路飞能在弹头岛吊打 CP0 陆奇，玩弄大将黄猿和吴老星萨坦圣，罗能在圣者岛对抗黑胡子海贼团，打得拥有2个果实的地奇满脸是血。基德却连香克斯的一招神臂都扛不住，是红头发断左臂的香克斯实力太强，还是红头发断左臂的基德太弱呢？从和之国离开后，基德海贼团来到艾尔巴夫冒险，得知4皇红发海贼团就在岛上时，基德没有丝毫退缩，能报仇船员们也很兴奋。面对香克斯手下众多的附属海贼团，基德立马发动激光大炮，准备一招将对手全灭。香克斯开启见闻色预见未来，探查到附属海贼团会遭受到重创，立马朝着基德的海贼船就冲了过去，拔出佩刀格里芬甩出一招霸王色缠绕神臂，赏金30亿的基德连同基拉一起被砍倒。2年前超新星在香波地群岛登场，基德还是10亿人中赏金最高的一位。进入新世界后挑战过4皇大妈，据说打伤了一位将星，还抢走了某件宝贝。后来又挑战红发海贼团，惨遭本贝克曼打断一条胳膊。基德对战凯多的时候，据说还释放过霸王色霸气，结果还是被凯多狠狠虐了一顿。联手罗在鬼岛对战4皇大妈，开启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最终将大妈彻底击败。不过整场战斗基德都是在利用果实能力，没有展示出3种霸气的更高阶用法，而且能战胜4皇大妈。罗的作用也比基德大很多。虽然基德的赏金与罗和路飞都是30亿贝利，但他的整体实力应该是最弱的一个。在鬼岛战争中，大妈和凯多丧命后，香克斯的赏金已经是全海贼王最高，他绝对拥有成为当今最强男人的实力。从战斗场面上看，香克斯打基德只用了霸缠神臂，其实还运用了见闻色的高阶用法预见未来，以及超越光速的瞬间移动能力。即便是海军大将黄猿都会被香克斯秒杀，更别说赏金只有30亿的铁头王基德。看到当年卡普对冥王雷利的评价，才明白黑胡子为何不敢干掉汉库克。王下七五海制度被废除之后，黑胡子立马带着小弟去抢夺甜甜果实，趁着汉库克攻击海军大佐克比时，靠偷袭才利用暗暗果实抓住汉库克的脖颈。就当黑胡子犹豫是否将其干掉的时候，冥王雷利释放着霸王色霸气登场，他告诉汉库克解除被石化的所有人，自己会确保黑胡子和海军离开九蛇岛。黑胡子也是很给面子，带着小弟乖乖离开。此时的黑胡子已经位居4皇，赏金高达39亿9600万，为何会害怕一个年迈的冥王雷利呢？想当年黑胡子在马林贩多，单挑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，虽然被打得满地打滚喊爸爸绕命，也没有向能毁灭世界的白胡子认错。
得到镇镇果实后，黑胡子更加嚣张，扬言毁掉整个海军基地，对战海军元帅战国，从场面上也算不落下风，而且还骂战国和卡普是两个过气的老头。按理说蒂奇不应该害怕冥王雷利才对。有人说黑胡子离开九蛇岛是因为不想丢掉两个同伴，毕竟干掉汉库克之后，大九和戴鹏将会丢掉性命。从2年前卡普对雷利的评价，或许能找到答案。雷利在香波地群岛出现后，卡普让手下的人不要告诉战国，还强调海军没有能力对抗两个传说级海贼。当时海军正集结兵力对抗白胡子海贼团，可见卡普认为雷利和白胡子属于同一级别。黑胡子见到雷利释放霸王色，也很清楚对方的实力上限。如果自己与雷利爆发战斗，首先是不一定能获胜，其次当时的九蛇岛有海军和炽天使，以及夏奇和女儿国的众多强者们。一旦黑胡子对战雷利陷入苦战，必定会遭到他们围攻。干掉一个汉库克不仅会丢掉两个同伴，自己能否安全离开九蛇岛还不好说。可见黑胡子给雷利面子，也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担忧。海贼王单行本 SBS 第109卷情报更新，艾斯曾经击败的那位七武海登场，藤虎手中的刀居然也是无上大快刀。在海贼王休刊的这一周内，尾田放出了单行本 SBS 的第一波情报，同时还公布了下一部剧场版的大 BOSS。首先公布的就是藤虎佩刀的名字，它叫赌徒火线，也是一把无上大快刀。这个名字与藤虎豪赌的性格非常贴合，算上赌徒火线，一共有5把无上大快刀登场。不出意外的话，香克斯的佩刀格里芬也会是一把无上大快刀。其次公布了被艾斯打败的那位七武海，他的名字叫哈内夫扎，被世人称为蜥蜴之王，非常喜欢收集动物系古代种恶魔果实，而且他还在密谋一件搅乱世界的巨大战争。从此可以看得出来，哈内夫扎的性格非常阴险，难道他就是砍断前海军大将泽法手臂的人了？据说下一部剧场版会围绕艾斯的冒险展开，哈内夫扎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 BOSS。最后 SBS 第109卷还会有汉库克的内容，他从圣地玛丽乔亚逃出来之后由夏奇保护，而且照顾他们3姐妹的人是杂婆婆，也就是曾经洛克斯海贼团的那位大美女。在此期间，九蛇岛还有一位女皇叫托里托玛，因为身患某种不治之症而丢掉性命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就是汉库克曾患的相思病。以上就是单行本第109卷的第一波情报，很期待艾斯与蜥蜴之王在剧场版大战。一口气看完索隆的升级之战，从东海被虐的赏金猎人到斩杀神族的地狱之王，鬼气霸气加装备全面提升。第一场对战达兹波尼斯，在阿拉巴斯坦对抗巴洛特工作室，索隆的对手是吃了斩斩果实的达兹波尼斯，无法斩断钢铁的索隆只能被对手按在地上摩擦，绝境之下领悟斩断钢铁的力量，一招狮子哥哥将达兹波尼斯砍倒在地。第二场对战 CP9 成员卡库，不仅是吃了长颈鹿果实的能力者，还是一位剑术精湛的4刀流剑士，体力和防御力索隆都处于劣势，一直处在被动挨打。身处绝境之中，觉醒体内蕴含的鬼气，阿修罗一物银将卡库砍倒。第三场对战祖先双月龙马，草帽一伙去恐怖3维帆船冒险，索隆遇到和之国曾经的刀神武士龙马，是要将对方手中的刀占为己有，两人的战斗完全看不出谁更有力。好在最终索隆获得胜利，将黑刀秋水收入囊中，装备大幅提升。第四场秒杀明哥手下皮卡，草帽团歇业的2年里，索隆给最强剑豪鹰眼下跪拜师，霸气和剑术都得到大幅提升。面对变成巨大石像的皮卡，索隆使用大招9刀流将其斩为2段。在与皮卡比拼武装色霸气硬度中，索隆以绝对碾压的优势获胜。第五场秒杀超新星阿普，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拿到妖刀研磨，掌握释放武装色霸气的绝技。见到同伴小菊被凯多打断的手臂，索隆意识到必须快点结束当前的战斗，一刀流狮子哥哥将阿普砍倒在地。来到鬼岛对战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索隆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使出9刀流阿修罗王手系，给凯多胸口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疤，实力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。第六场觉醒霸王色霸气击败炎灾镜，对战炎灾镜时妖刀研磨出来捣乱，索隆在绝境之下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才将妖刀研磨彻底驯服，斩断镜的一条翅膀，登基地狱之王。第七场一招砍倒动物系觉醒者陆奇，在弹头岛对战 CP9 的陆奇，索隆一度处于劣势，被山治一句嘲讽的话瞬间加强战力，一招3刀流击败史上最强的 CP9 成员。当下索隆正在对战吴老星奈斯兽狼圣，能否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再次提升战斗力呢？看了吴老星对马尔科的评价，才明白香克斯为何2次邀请他上船。当年黑胡子杀害同伴萨奇，抢走暗暗果实，艾斯不顾劝阻一个人去追捕黑胡子，香克斯得知消息后就去找白胡子，希望他能召回艾斯，担心世界会因此大乱。刚刚登上莫比迪克号就开始挖墙脚，邀请马尔科加入红发海贼团，结果被当场拒绝。本以为香克斯只是开了一个玩笑，
毕竟四皇海贼团都有挖别人墙角的习惯。大妈去找老情人凯多联手，就曾让岩灾镜加入自己。和之国大战完结后，红发海贼团也来到和之国。香克斯再次邀请马尔科成为自己的伙伴，结果又一次被拒绝，理由是不想给大海贼当保姆。难道香克斯邀请马尔科是看中蓝色火焰的治疗能力吗？可是红发海贼团已经有了传一本香了，马尔科的赏金并不算高，只有13亿7400万贝里。在顶上战争轮番对抗过3位海军大将，又在和之国一个人挡住岩灾镜和义哉奎因，一度认为具备四皇守门员的战斗力。吴老星不仅认可他的实力，还认为他有统帅能力，可以带领白胡子海贼团的队长们成为四皇。不过马尔科在了结之战中惨败给了黑胡子海贼团。如此来看，香克斯2次邀请马尔科上船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实力，还有很不错的统帅能力。马尔科在顶上战争失去老爹，在了结之战失去兄弟，香克斯邀请他当同伴，或许是不想让马尔科太孤独吧。谁是最强的霸王色缠绕使用者？路飞居然排倒数第3，凯多也才第5名，第8名冥王雷利，海贼王罗杰的副船长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黑胡子前往九蛇岛抢夺甜甜果实，趁着汉库克攻击克比的时候，一把抓住汉库克的脖颈。雷利释放着霸王色登场，让黑胡子带着手下乖乖离开。事后雷利告诉汉库克，他现在年纪大了，没有信心打赢黑胡子，可见年轻时候的冥王雷利也应该拥有不输四皇的战斗力。第7名夏洛特00，赏金43亿8800万贝里。大妈去和之国找路飞报仇，与凯多霸王色缠绕对轰撕裂天空。不过在与凯多结成同盟之后，就化身草帽团的名誉船员，见到飞六包佩吉万对小玉出手，一拳霸王色缠绕攻击将其秒杀。在此之后对战基德和罗，大妈却始终没有用霸缠攻击，最终被2位超新星联手击败，也难怪他曾被评价为最弱四皇。第6名新晋四皇路飞，赏金30亿贝利。在鬼岛对战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路飞学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不过霸王色的强度并不算高，被凯多一记狼牙棒打入大海之中。路飞最终能击败凯多，主要还是依赖尼卡果实的输出。草帽团抵达弹头岛之后，路飞的战斗力得到进一步升级，一个人能轻松应对大将黄猿和吴老星萨坦胜。此时路飞的整体实力应该超越了四皇大妈。第5名凯多，被誉为世界最强生物。白胡子在马林范多丧命后，凯多就成为赏金最高的人，在鬼岛战争的表现堪称无敌，一个人抵挡众多强者的多轮攻击。虽然被太阳神尼卡击败，但凯多的整体实力远在路飞之上，而且吴老星一直不敢进攻和之国，也是因为忌惮凯多强悍的实力。第4名香克斯，面子果实能力者。传言香克斯拥有最强的霸王色，也是唯一能造成物理伤害的人。在和之国近海释放霸王色，吓得大将绿牛灰溜溜的逃跑。赏金30亿的基德企图挑战香克斯，结果被一招霸缠神臂秒杀。香克斯还拥有瞬间移动的能力，吴老星都得给他一个面子。当年凯多企图去马林范多搞事情，结果被香克斯打了回去。是否可以说现在的香克斯已经算得上世界最强男人了呢？第3名爱德华纽盖特，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。白胡子曾经与罗杰经常交战，2人霸王色缠绕对轰不分胜负。不过去马林范多救艾斯，白胡子却没有使用霸缠攻击，有人说是因为伤病缠身所致，也有人说是害怕伤及同伴。他的赏金能仅次于罗杰，足以证明他世界最强男人的实力。第2名铁拳卡普，也被世人称为海军英雄。卡普与罗杰是多年的对手，也曾将罗杰海贼团多次逼入绝境，可见他们俩的战斗力差不多，与白胡子孰强孰弱很难界定。去蜂巢岛救爱图克比，卡普一记霸缠银河冲击摧毁城镇，最终被宇之溪流偷袭重伤，惨遭黑团干部围攻，下落不明。第1名戈尔蒂罗杰，史上唯一的海贼王，说他是最强的霸缠使用者，绝对没有人会提出异议。尾田也曾不止一次公开强调，罗杰是靠强悍的实力称霸大海，当年用一招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，轻轻松松秒杀光月玉田。不过等到路飞当上海贼王之后，战斗力能否匹敌罗杰呢？罗杰为何会在拉夫德鲁大笑不止？在海贼王1113话终于给出了答案。当年罗杰开启白嫖色霸气，忽悠雷利戴兹加入海贼团，2人计划将世界闹个天翻地覆，去寻找连成一片的大秘宝。38年前在神之谷大战过，卡普与罗杰联手击溃洛克斯之后，罗杰海贼团彻底成为大海的霸主。经过几年的航行，抵达水仙星岛，发现那里并不是世界的尽头，也没有将世界连成一片的大秘宝 One Piece。后来罗杰与白胡子海贼团交战，遇到从和之国出来的光月玉田，得知玉田拥有解读远古文字的能力，罗杰居然主动给白胡子下跪，恳请他将玉田借给自己1年，去寻找乔伊波伊留下的大秘宝。之后罗杰海贼团找到4块路标正文，研究出前往拉夫德鲁的路线。不过当他们寻找到 One Piece 之后，所有人都是一副哭笑不得模样，罗杰甚至说大秘宝是个笑话，而且还表示他们来到太早了。之后罗杰将海贼团解散，主动向海军自首，开启大海贼时代。罗杰见到 One Piece 后为何大笑，剧情中至今也没有给出交代。有人说所谓大秘宝并不是宝藏，
只是乔伊波伊留下的一个愿望。在海贼王漫画1113话中，贝加庞克宣布出世界的真相，在未来海平面将会剧烈上升，整个世界都会沉入大海之中。罗杰在拉夫德鲁找到的 One Piece 或许就是拯救人类的方法。现在来看渔人岛的诺亚方舟，就是在未来给世人避难的船，还有700年前就在修建的大桥，也是为了应对海平面的上升。天龙人为何将圣地玛丽乔亚建设在高高的红土大陆之上，也是因为伊姆知道世界的真相，即便海上上涨对他们也没有威胁。罗杰之所以大笑不止，或许是不相信陆地会沉入大海之中，亦或者是他知道拯救世人的方法，却等不到世界危难的时刻。不过现在有一个尾田，是什么导致海平面上涨的呢？难道就是被加庞克制造的超强兵器母火种吗？海贼王最新一话公开五老星战力排名，萨坦圣只能排第4，索隆将击败最强之人。毕特圣每次出场都是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，没想到他会是一只非常恶心的大杀虫。抵达弹头岛对战武当路飞，张开嘴巴将路飞吞掉，结果被巨人族的东力和布罗基拦腰斩断，后来又变成杀虫模样，将周围的事物吸入口中。超强的吸力一度让2个巨人无法行动，却被路飞捡起移动建筑物扔到嘴巴里打断了攻击。毕特圣的2次攻击都没有效果，绝对是最弱的五老星。萨坦圣的战斗表现最多，不过实力也只能排第4名。在弹头岛变成妖怪牛鬼模样，身体周围还缠绕着黑色焰云，应该掌握了恶魔果实觉醒能力，甚至还能让敌人从内部爆炸。而且萨坦圣特别擅长用毒液攻击，吐出的毒球堪比核弹爆炸。不过萨坦圣的攻击力并不强，被暴君熊一拳打断牛角和几条腿，联手黄猿对战武当路飞，甚至都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。如此来看，萨坦圣的整体实力远远没有达到4皇级别。沃丘利圣是巨大的油猪，能通过霸王色吼叫造成伤害，不仅能让数公里外的海军晕厥，还能将路飞的伤疤吹出身体。沃丘利圣能让獠牙变成刀刃攻击，武装色不强的对手无法抵挡，而且他的武装色霸气特别强。路飞用橡胶枪打中他的脑袋后，不仅没有造成任何伤害，还让自己的手受到严重的伤，可见沃丘利圣还没有展示全力，比萨坦圣的战力应该稍强一些。马兹圣也是一副斯文模样，是日本神话中的妖怪已经真天，可以从口中喷出火焰攻击。萨坦圣不能打破的弹头岛防御壁，在他的火焰攻击下也被打破，可见他的攻击力非常强悍。而且圣平还强调过，马兹圣的霸王色很强，应该能造成物理伤害。陆奇也强调过他的战斗力很强，让他小心点保留卡库一条小命。不过马兹圣在破坏电话虫时被某个强者吓得面色凝重，这也能说明马兹圣不具备最顶尖的战斗力。内斯兽狼圣每一次出场都给人一种不服就干的气场，在弹头岛的战斗表现甚至可以用无敌来形容。变成日本妖怪古马之后，拥有非常快的移动速度，砍瓜切菜一般干掉所有的和平主义者。内斯兽狼圣手中的佩刀很可能是无上大快刀初代鬼彻，他的整体战斗力绝对不会在最强剑豪鹰眼之下。目前内斯兽狼圣正要对波尼下手，索隆会在弹头岛与他交战吗？克洛克达尔公开鹰眼的唯一缺陷，也难怪他不能成为当今4皇。鹰眼被世人称为世界第1大剑豪，他手中的黑刀叶就是最强战力的代表。在顶上战争主动攻击白胡子，让在场的所有强者感到震惊，就连汉库克也说了，只是看着他眼睛就会畏惧。大将黄猿和赤犬也对他有一丝敬意。海军在公布鹰眼赏金时特意表明，他的剑术甚至不输当今4皇香克斯，也给出了36亿9千万贝利的赏金，比刚刚当上4皇的路飞还要高出不少，也是认定鹰眼具备4皇级别的战斗力。据说鹰眼和香克斯有过多场传说级决斗，结果都是没有分出胜负。动画还没有公开具体的战斗经过，不过也可以推断出鹰眼对霸气的修炼也很强，能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黑刀，武装色绝对是最顶尖的。见闻色应该能预见未来，不然会被香克斯全面压制。霸王色也掌握了缠绕攻击，才能对抗霸缠攻击神臂。如此强悍的鹰眼，克洛克达尔却公开过他的缺陷。七武海制度废除后，海军立马出动去抓人，让科比带着2台赤天使去九蛇岛抓捕汉库克，只派了几艘军舰来到鹰眼的驻地，却迫使鹰眼不得不收拾东西选择离开。对一个能匹敌4皇香克斯的人来说，鹰眼失去七武海称号后确实有点狼狈。此时克洛克达尔给他打来电话邀请合作，2人的名号放在一起就能让海军不敢招惹。同时老沙还表明2人有共同点，就是不相信别人，这大概就是鹰眼至今没有伙伴的原因吧。尾田曾在 SBS 中公开过鹰眼的往事，他曾遭受过很严重的背叛，才会选择独来独往。纵观所有的4皇海贼团，除了船长拥有最顶尖的战斗力，旗下的核心干部有很多也具备非常强悍的实力。鹰眼或许拥有匹敌4皇船长的实力，却没有强悍的同伴，才导致他没能成为当今4皇吧。当下海贼王中最强的5名剑士都有谁？索隆勉强排在第5名，其他4人都有皇级战力。在鬼岛对战百兽海贼团，重伤的索隆砍伤凯多腹部，得到世界最强生物的认可。对战露纳利亚一族的岩灾镜，觉醒霸王色霸气登基地狱之王，
之后索隆的赏金涨到11亿1100万，战斗力很接近大将级别。对战恶魔果实觉醒者陆奇，一度被对方调侃战力太弱是累赘，被山治加上 buff 之后，释放霸王色一刀就将陆奇秒杀。索隆的整体战斗力也来到大将级别，不过相比老年的冥王雷利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吧。单从霸王色的修炼来看，雷利就比索隆高出一个档次。去女儿国解救汉库克，雷利释放出超强的霸王色，让四皇黑胡子感到惊讶，放弃抢夺甜甜果实，乖乖离开。后来雷利也表明自己年纪大了，打不过现在的黑胡子，可见年轻的雷利能匹敌四皇，现在也有接近四皇的战斗力。鹰眼作为世界第一大剑豪，战斗力却不是剑士中最强的。当年在顶上战争，鹰眼就表明过，实力与白胡子差距很大。虽然说鹰眼与香克斯有过决斗，结果是打成平手不分胜负。当年的香克斯还没当上四皇，战斗力也不是最巅峰状态。海军却非常认可鹰眼的战斗力，强调他的剑术在香克斯之上，给出了35亿9千万的赏金，认可他具备四皇级别的实力。吴老心中的光头剑士叫奈斯受狼圣，目前他正在弹头岛对战和平组织。从战斗画面可以确定，他手中的佩刀是一把黑刀，斩杀敌人会出现冰封效果，应该就是妖刀初代鬼彻。内斯受狼圣还是动物系觉醒者，拥有霸王色霸气，他的战斗力应该能匹敌萨坦圣，绝对能达到四皇级别。而且内斯受狼圣还没展示全部实力，说不定比鹰眼更强。白胡子去马林饭多救艾斯丢掉性命，凯多和大妈在和之国被路飞等人打败。香克斯毫无争议是当今的最强四皇，他的霸王色能造成物理伤害，拥有让敌人见闻色失效的见闻杀，还具备不输光速的瞬间移动能力。吃下2颗果实的黑胡子应该也不是他的对手。靠着剑术结合霸气输出的香克斯，绝对是当今战斗力最强的剑士。在众多大佬的眼中，一直吊儿郎当的黄猿真的是最弱的海军大将吗？当年路飞在马林饭多一拳打飞天龙人查尔罗斯圣，黄猿立马踩着炮弹抵达现场，一脚光速踢干爆一棵巨大红树。霍金斯有点装逼过度，对黄猿的问题爱答不理，亲身感受了一波什么叫速度就是力量。其他几个超新星也没能幸免，一人挨了一脚倒地不起。面对草帽团的成员时，黄老爷子多少有点手下留情，踩着索隆练习高抬腿，就是不给未来的第一剑豪最后一击，因此也被海米调侃是革命军卧底，路飞的二舅舅。好在雷利及时登场，一脚踹飞光速踢，救下奄奄一息的索隆。两人的战斗看似不分伯仲，雷利却用刀划伤黄猿的脸颊，还调侃说自己很久没有用剑了，明显是强调战斗力比黄猿强，甚至还能分心观察草帽团的战况，一度想着腾出手去帮一把。暴君雄的赏金只有2亿9500万贝利，直接来到黄猿和雷利中间，面对黄猿的质问也完全无视，甚至还强调不需要向他负责，完全没有把所谓的海军大将当回事。顶上战争开始后，黄猿打算擒贼先擒王，主动攻击白胡子，反而被嘲笑散发的光芒太过耀眼。大招8尺琼勾玉被马尔科挡下，又被对方一脚踹飞毁掉城墙。自始至终白胡子都站着没动，略微有点看不起黄猿的意思。之后与马尔科和白胡子有交战，都是靠着偷袭才打伤对方。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饭多救路飞，香克斯挡住赤犬的岩浆拳头，本贝克曼用枪指着黄猿的脑袋，吓得他只能乖乖举起双手。都说本贝克曼拥有4皇级别的实力，自信能搞定黄猿也很合理。香克斯也没把黄猿当回事，见到8尺琼勾玉朝着乌塔攻击，立马拔出格里芬全部挡下，紧接着用刀架在黄猿的脖子上。所谓的海军大将在香克斯眼中也是拔刀就能轻松砍杀的弱者。去弹头岛对付草帽一伙，黄猿与武当路飞战斗完全处于劣势，闪闪果实的所有攻击都没效果，反而被路飞打倒在地不能动弹。萨坦圣开启恶魔果实觉醒形态，让周围所有的人都不能动弹，然后对着黄猿略带鄙视的说了一句：你真的是因为我才不能动的吗？可见萨坦圣是在嘲讽黄猿没有打过路飞，认定他的战斗力不如4皇。后来黄猿用天丛云剑贯穿贝加庞克，也彻底证实他不是革命军的卧底。海贼王中最强的2把手到底是谁？觉醒霸王色的索隆只能排第5，其中有3个人的实力达到4皇级别。第6名马尔科，赏金13亿7400万贝利，他吃了幻兽种不死鸟果实，能吸收一切伤害，还能加速伤口愈合。在顶上战争，马尔科轮番对战3大将，从场面上看能匹敌黄猿和青雉，与赤犬交战完全处于下风，联手老沙和多名队长才挡住赤犬追击路飞。在和之国，马尔科一个人对战过镜和奎因，战斗力可以说无限接近大将水准。不过他的不死鸟果实攻击力弱，还不具备霸王色，导致他不会成为顶级强者。第5名罗罗诺亚索隆，赏金11亿1100万贝利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将秋水更换成炎魔，间接掌握武装色流应用法，在鬼岛屋顶对战2位4皇，用血肉之躯挡住最强合体技能霸海一瞬间，又拖着30多处骨裂的身体，用一招9刀流亡者系重创凯多腹部。后来在对战岩灾镜时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斩断镜的一条翅膀登基地狱之王。当前索隆正在对战觉醒状态下的陆奇，
整体战斗力应该拥有大将级别。第4名，萨博，赏金6亿200万贝利。萨博从小跟着龙和暴君熊学习，对武装色和见闻色的使用很精湛。在德雷斯罗萨吃下烧烧果实后，能轻松秒杀海军中将巴斯提尤，单挑大将藤虎也是不落下风。那时的战斗力应该是无限接近大将水准。世界会议期间，萨博与吴老星和伊姆交手，虽然被打成重伤，却捡回一条命，能从6位皇级强者手中逃走，被称为炎帝的萨博，战力绝不比大将差。不过萨博还没有展示过霸王色霸气，距离最顶尖的强者还有一定差距。第3名，本贝克曼，目前赏金未知。红发海贼团被认为是双4皇配置，除了香克斯外，本贝克曼也有4皇级别。不过本贝克曼参与的战斗并不多，在顶上战争让大将黄猿乖乖举起双手，曾经与刚进入新世界的基德战斗，不知用什么方式打断基德一条胳膊。而且尾田还强调本贝克曼的霸气很强，甚至超越了现在的海军大将。第2名，冥王雷利，赏金也未公开。雷利到底有没有4皇级别？在海米间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，陪着罗杰一步步登基海贼王，他的战斗经验绝不逊色任何一位4皇。2年前在香波地群岛对战大将黄猿，表现出来的实力也在大将之上，而且雷利对3色霸气的修炼都很强，就连卡普也称赞过他的战斗力。去九蛇岛解救汉库克，雷利释放霸王色霸气，让黑胡子乖乖离开。虽然说了年纪大了无法正面击败黑胡子，也表明年轻的雷利绝对不输4皇。第1名，鹰眼米霍克，赏金35亿9千万贝利。七武海制度废除之后，鹰眼听了老沙的建议，一起组建十字工会。不过在找巴基讨债的时候，莫名其妙帮助巴基成为当今4皇之一。在外人看来，巴基是十字工会的老大，世界最强剑豪鹰眼是他的小弟。鹰眼的真正战斗力也没有公开，据说多次与香克斯进行决斗未分胜负，而且海军强调鹰眼的剑术在红发之上，他的战斗力绝对能达到4皇级别。唯一掌握霸王色缠绕攻击的海军大将，战国才是让赤犬主动认怂的人。在所有的海军大将之中，战国是唯一确定拥有霸王色的人，虽然没有在战斗中使用过，从他能对抗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看，也应该掌握了霸王色缠绕这项顶级技能。罗杰就曾说过，除非叫上战国或者卡普，才能将他逮捕起来。从中能推断出战国和卡普实力相当，有匹敌罗杰的战斗力。作为洛克斯海贼团的残党，金狮子是崛起最快的一个人，曾经与罗杰爆发艾特沃尔海战，差点将罗杰海贼团全灭。得知罗杰被捕后，一个人闯入马林饭多，干掉驻守的一半海军。战国和卡普联手出击，大盘点海贼王中最强的5位改造人，觉醒血统因子的山治战斗力垫底，其中有一个人打的黑胡子产生畏惧。第5名山治，赏金10亿3200万贝利。进入和之国后，山治穿上杰尔玛的3号战斗服，在对战异灾奎因的时候，觉醒体内的血统因子，整体实力得到提升，身体变得异常坚硬，速度和力量也得到加强，还有瞬间恢复的 bug 能力。不过山治的霸气和破坏力有待加强，整体战斗力最多也就准大将水准。第4名赤天使鹰眼，贝加庞克制造的赤天使中，小鹰眼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最强。去九蛇岛抓捕汉库克，与4皇黑胡子爆发战斗，一剑能劈开一座山。黑胡子见状也被吓得脸颊流汗，
迫不得已开启暗暗果实进行反击。从黑胡子认真的态度来看，明显是在畏惧小鹰眼的战斗力。还有在弹头岛上，面对卡布和索隆的攻击，重伤卡布才被索隆击败。第3名暴君熊，和平主义者的最初试验品。成为改造人之前，暴君熊与肉球果实搭配，战斗力不输海军大将。在香波地群岛介入雷利和黄猿的战斗，也是认定自己不比他2人实力弱，彻底失去意识后被称为最强奴隶。元帅赤犬称赞他的实力强如怪物。去弹头岛拯救女儿波妮，一拳打断萨坦圣的一条腿和头上的犄角。如果暴君熊能恢复意识，改造后的身体结合肉球果实，妥妥的大将级别。第2名前海军大将泽法，被称为黑腕的泽法拥有很强的武装色，却因为救学生被砍掉一条左臂。安装了海楼石甲之后，泽法的战斗力有增无减，是能匹敌卡普的强者。赤犬为了解决掉泽法，让黄猿带着多位中将出动，也是认可泽法很强，最终被黄猿和中将们围攻丧命。可见泽法的战斗力不比大将黄猿弱。第1名五老星萨坦圣，去弹头岛搞定草帽团和贝加庞克。萨坦圣展示出多种堪称 bug 的能力，可以瞬间移动，前1秒在海军的军舰上，下1秒就能抵达弹头岛。中将一下的海军与萨坦圣对视，就会从身体内部爆炸而丢掉性命。还可以用某种特殊的能力，让强悍的山治待在原地不能动弹。最 bug 的还是超强的再生能力，被暴君熊打断一条胳膊和犄角，居然在短短的几秒之内就能复原。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到不可思议。萨坦圣周围有黑色烟雾，他的能力来自果实觉醒，还是科学改造呢？山治与黄猿的激战终于开始，萨坦圣也是改造人，有瞬间恢复能力。路飞重新投入战斗，击败土星萨坦圣。海贼王1104话的情报更新后，萨坦圣又展示出堪称 bug 的能力。在千钧一发之际救下女儿波妮后，暴君熊朝着萨坦圣挥出重拳。尾田没有让所有的海米失望，大雄的这一拳结结实实打在土星身上。萨坦圣的身体受到重创，一条蜘蛛腿被打断，控制他人行动的能力下降。黄猿也在此时获得行动能力，他站起来准备灭掉草帽团的所有人。目前索隆正在对战陆奇，能否击败拥有果实觉醒的陆奇还很难说。路飞还在疯狂进食，短时间不会投入战斗，当下只有山治能挡住黄猿。山治在鬼岛对战奎因觉醒血统因子，整体实力应该有准大将级别，而且黄猿刚刚被武当路飞揍过一顿，战斗力不能恢复到最强状态。凭借山治觉醒血统因子的速度和力量，挡住大将黄猿绝对没有问题。草帽团的其他人也开始反击，弹头岛的几名海军中将显然不是对手。与此同时，海军的舰队准备行动，他们打算用炮轰彻底摧毁弹头岛。即便草帽团能搞定萨坦圣和黄猿，怎么逃离海军的包围圈也是问题。就在此时，萨坦圣展示出瞬间恢复能力，被暴君熊打断的腿重新长了出来。萨坦圣说过，他也是一名科学家，有这种恢复力表明他也是一位改造人。凭借暴君熊现在的身体状态和力量，想要挡住土星萨坦圣的攻击很难。不过他能为路飞恢复体力争取时间，一旦暴君熊战败，路飞就能顶上。期待路飞在击败萨坦圣的战斗中，能让整体实力再提升一个档次。